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接上集讲到，萧炎濒死之际，小医仙成功凝成毒丹，晋升2星斗尊，紧急救夫。考虑到敌众我寡，天火尊者与小医仙携手退敌，准备先带萧炎离开。眼看着三人即将逃出升天，冰河谷谷主却是突然现身，其5星斗尊巅峰的实力一出场就是碾压。面对绝境，萧炎拼尽全力施展毁灭火莲，意图死也多拉几个垫背的。最后时刻，薰儿却是率军天降，霸气宣言：他若是伤了，冰河谷便没了。一笑倾城，薰儿缓步自半空中走到萧炎面前，轻抚了一下萧炎的侧脸，柔声道：萧炎哥哥。这一刻，萧炎吃了也醉了，只见他踏前一步，伸出双臂，直接就在无数道惊呼目光中，将面前的女孩狠狠地搂进怀里。被萧炎突袭的薰儿并没有闪避，也不愿闪避，有些害羞的微微挣扎了一下后，便由着萧炎去了。先前霸气出手打散黑龙的2名老者，却是瞪圆了双眼，半晌后才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。二人虽说在族内听到过一点消息，但还是很气自家的好白菜被猪给拱了。要知道，薰儿可是古族血脉最精纯的天骄，是年轻一辈中的第一人。放眼整个古族，不知道有多少天赋近妖的年轻俊杰对薰儿无比的青睐与痴情。可谁让薰儿看上了他呢？这边2人翻着白眼，背后蛐蛐萧炎；另一边的小医仙却是满眼的落寞。萧炎冲上去抱着薰儿的样子，让他想起了平时萧炎提到薰儿时的眷恋，心中忍不住的羡慕他怀中的女孩。此时美人在怀的萧炎正贪婪地闻嗅着薰儿的气息。萧炎哥哥，这些年可不要怪薰儿不在你身边。薰儿轻声道。萧炎哪里会怪他，松开怀抱，揉了揉薰儿的脑袋。萧炎轻笑道：你当我是那么不讲理的人吗？你身上有伤？敏锐注意到萧炎身上的血迹，薰儿美眸微凝，萧炎却是笑了笑，手指指着邺城内几处深坑与废墟道：流血的，现在伤势比我还要重100倍。薰儿抿唇一笑，旋即轻轻转身，目光紧盯着不远处的冰河，明眸中的金色火焰缓缓涌现。接下来的事交给薰儿好不好？薰儿柔声道。闻言怔愣了一会儿后，萧炎轻轻点头。这种时候梗着脖子硬撑，可不是明智之举，徒惹人笑话罢了。小心一些。萧炎道。勾唇一笑，薰儿很是满意萧炎的回答。他并不喜欢萧炎将他们2人分得太过清楚。不同于萧炎这边的粉红泡泡，冰河那边是有些惊慌的，但也仅仅只是觉得薰儿的背景定是不弱罢了。毕竟古族之人行事素来低调，眼下见薰儿与萧炎之间关系很不一般，冰河识趣让步，表示萧炎自己可以既往不咎，但那恶难毒女自己是绝对不会放过的。一听冰河变卦，青海顿时就急了。冰谷主，那萧炎可不能放过呀，若是让萧炎给跑了，那自己如何回去同上面交代？你若是想抓他，便自己动手。冰河沉了脸色，暗骂青海是个不识时务的蠢货。被呵斥的青海瞬间也黑了脸，他好歹也是魂殿尊老。薰儿懒得看他们狗咬狗，淡淡的道：不必争了，这里的人你们一个都带不走，1分钟内带人离开这座城市，我可以任你们离去。此话一出，冰河与青海本就难看的脸色更黑了。2人好歹是有些脸面的人物，虽说那2名黑衣老者震慑力很强，但也不至于便是能够让得他2人说滚便滚，更别说青海还背靠着魂殿。青海老头讽刺薰儿道：好狂的口气，敢跟我魂殿这般说话，在这中州可还真是少见。我说你这小娃娃，不要为了一个小男人得罪一个惹不起的存在。无视青海阴翳的眼神，薰儿嘴角微微一翘，似笑非笑的道：这句话让魂殿殿主来说或许还有些气势，而你没这份资格。还有30秒。一时间摸不清对方到底什么底细，青海老头不再说话，有些疯披在身上的冰河却是很勇敢地站了出来。冰河觉得若是今日这般灰溜溜地转身走了，那冰河谷的脸可就真的有些丢大了，于是出声训斥道：我冰河混迹中州这么多年，可还是第一次遇见你这般猖獗的小辈。语毕一副要代为教训薰儿的模样，凝聚出了一截黑尖冰锥。那白发黑衣的老者哪能让自家小姐受这个气，冲上去就与冰河比划去了。另一名黑衣老者一看自己没得选了，只能勉为其难的将青海与天双子当沙包给锤了。青海动手之前，命令甘大等人出手击杀萧炎，一旁的天双子也不甘落后，命令冰河谷众长老协助魂殿之人出手擒拿萧炎。要知道，如今萧炎身旁可是有着2名斗尊强者守护。甘大与冰河谷一行人明知这是让自己去送死，却还是硬着头皮上了。一众人等呈扇形包围过去时，很是默契地避开了小医仙与天火尊者。这2人也没动手，任由他们将薰儿与萧炎围了个严实。那名为甘大的魂殿强者实力丝毫不比雾护法弱，若是仅有1人，自然没有什么好担心的。
可如今这么多人一起上，就算是寻常的斗宗巅峰强者也是顶不住的。萧炎有些迟疑，是否要出手时，薰儿却是突然召唤出了一股如同液体一般的金色火焰。这是萧炎第一次见薰儿使出金地焚天炎。注明金地焚天炎在异火榜上排名第4。甘大等人在那金色火焰出现的一瞬间，几乎是同时催动体内斗气，施展出了自己最强的杀招。巨大的斗气劈链撕裂空间，瞬间变质。薰儿见状，不慌不忙，玉手轻抬，小嘴对着手中的金色火焰轻轻一吹，火焰便是迎风暴涨，瞬间就将他与萧炎罩入其中。甘大众人的合力一击，竟然只是令得火焰罩表面泛起阵阵涟漪而已。见此情况，甘大等人脸色巨变。然而不等他们再次联手攻击，薰儿玉手轻点虚空，道了一声去，其周身的金色火焰罩顿时便是爆裂而开，化为10几道火焰光束，闪现到甘大等人面前，无视斗气防御，直接洞穿了多人的胸膛。一些侥幸没被击中致命位置的人，也彻底失去了战斗力。薰儿这一手直接惊呆了众人。然而这只是开始，只见薰儿屈指弹了一缕金光之后，之前被药老轰开一个洞，又被冰河补上的大阵瞬间就破了。与此同时，众多黑影极为整齐地闪现在了薰儿面前，对其躬身行礼。薰儿只是微微点头，玉手一挥，他们则又化为道道黑影闪掠而开，分布在城市四周，警惕着任何突发情况。看着眼前强大又迷人的小女友，萧炎深深地意识到自己需要足够强的实力，这就意味着自己必须得尽快得到新的异火。此时距离丹会开始只有不到1年时间了，那丹塔的3000焰炎火，萧炎志在必得。此时白发老者与冰河的战场有些诡异，由于白发老者越打越兴奋，使出了地印诀的第4印烟天印，让冰河意识到薰儿他们居然是古族之人。冰河这下打也不是，不打也不是，要知道以古族那深不可测的实力，要灭他冰河谷并非是不可能的事。咬牙利用洞天掌硬接了一记烟天印后，冰河见那白发老者兴奋大笑，还要再打，连忙拱手跟薰儿示弱道歉，并且召回了正在与黑衣老者交手的天双子。众人都被冰河的变脸术惊呆了，天双子也是愣了一会儿后才反应过来，冰河这般做派，定然是因为薰儿背后的势力是他们冰河谷得罪不起的。天双子突然撤退，青海一人根本就不是黑衣老者的对手，狼狈摆脱黑衣老者后，就冲着冰河怒喝道：冰河，你这是何意？你是想丢了冰河谷的脸面不成？对于青海的怒喝，冰河充耳不闻。薰儿明白，冰河应当是猜到了他们的身份。偏过头，薰儿将目光转向萧炎，意思是选择权他交给萧炎了。冰河见状，很是上道的拱手冲着萧炎道：这位小兄弟，恶难独体的事，日后我冰河谷不会再插手。闻言，萧炎一笑道：此事本来就是误会，既然谷主都这般说了，萧炎自然不会过多纠缠。其实萧炎心中很清楚为什么冰河变脸如此之快，不过现在不是撕破脸皮的最好时机，等日后有足够的实力了，自己再报仇也不迟。冰河见萧炎没有执意追究，狠狠地松了一口气，表示邺城的残局冰河谷将会让人补偿收拾后，连忙领着冰河谷众人跑路了。青海尊者见状也想跑，可惜刚有动作就被2道黑影紧紧扣住了。萧炎与魂殿之间那可是不死不休的局面，萧炎怎么可能放过青海？考虑到以后老师那边或许会用得上青海，萧炎麻烦薰儿带来的2名前辈将青海封印。青海为了不被封印，选择了魂殿独有的体爆，结果青海虽然自爆成功了，灵魂也窜进了空间裂缝了，却还是被薰儿给揪了出来，团吧交给萧炎了。接过薰儿手中的光团，萧炎熟练取出玉瓶将之塞了进去。薰儿瞥到萧炎用来封住瓶口的异火，顿时掩嘴偷笑道：陨落心炎，苏仙大长老没被你气得跳脚？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苦笑道：这一次若不是你出现的话，我想要脱身可是有些困难呀。薰儿还未答话，一旁的白发老者就笑着插嘴道：在你刚进入中州不久，小姐便是接到了消息，然后不顾族中争议，带着我2人强行出了古界，跑了大半个中州才赶到这里。不过好在你没事，不然小姐怕是真要暴走了。此话一出，薰儿红着脸怒嗔道：林老！白发老者连忙摆了摆手，表示自己不说了，心里却是感叹道：古族那些个年轻小伙子是一点戏都没有喽。不过萧炎与薰儿在一起也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即便他是萧玄的后辈。看着薰儿因为脸红而更加粉嫩的脸，萧炎的心中涌上些许感动与火热。不过很快他就快乐不起来了，因为薰儿与小医仙的目光已经对碰在了一起。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，两女的对碰又将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？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。视频呢看到这里了，给牛奶点个赞吧。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